有没有开推这一季你成长了？是我这一季，说实话，大家可能有一些看过开推2或者开推1的这些朋友们都知道，我以前胆儿特别小啊，我以前胆儿特别小。然后呢，这一季说实话啊，你说我一点儿不害怕，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真的就是可能那个害怕程度只有10%到20%。上2季都是拉满的，这一季我只有10%到20%，就是我怕突然惊吓那一下，而其他的我都觉得一点儿也不吓人，真的。不知道咋了，我自己当我经历那一刻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哎，怎么我一点恐惧感都没有？我都自己都怀疑，我还一直在找原因。我说我为什么不害怕了？我为什么不怕了？哎，我是怎么回事？对，我还在想这个东西啊。我到今天我可能也没研究明白为什么我突然间不怕了。哦，是因为年龄大了，活够了，也不是。长大了，是奔40了都快，还长不大，长不长大？有习惯也不是啊。我怀疑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之前一阵在家玩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在家玩那个 VR，你们知道吧？VR 眼镜那个，有2个手柄在里边可以打僵尸啊，可以开枪啊，那种东西。我觉得我好像玩那个玩的，哦，我好像是玩那个东西玩的。对 VR 眼镜那个游戏，然后电脑游戏。对，我好像是我觉得我是玩那个玩的，因为我那天我前一阵我就在家，就是有的时候收工没事了，我就玩一会儿嘛，然后我就玩了一下，开始时候很害怕，但后面我觉得我都玩恐怖游戏都不害怕了，就是虽然也是紧张的，但是就是适应了，然后结果一到这个真实的游戏当中，好像就更不怕了。哦，偷偷练胆量了，我觉得好像这个是有功效的啊。嗯，练出来了。是胆儿大了练出来了啊，也不行，我当然还是有害怕的点，但是可能到时候你们看节目吧，因为现在已经7期已经录完了吧，应该是7期已经录完了，啊，已经录完7期，还有3期，最后下次去我们录3天把3期录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然后整个过程当中我确实是跟上一季是有所成长的啊。什么快上了吧？5月1号播呀。一看你就没有做功课，没有关注我们开始推理吧第3季，对不对？啊，5月1号就正式开播了，在腾讯视频啊，朋友们可以到时候去收看一下。这一季整体怎么说呢？很多人看完片都说比上一季好看太多了。啊，当然我说这个话不是拉踩上一季啊，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其实很多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一季真的很好看，啊，真的很好看。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一季，你可以当一个全新的故事来看，哪怕没有看过开推2也不重要啊，因为它这个剧情不是联系的，但是人虽然也是上季的原班人马，然后这一季那个金靖来了嘛，然后金靖上一季也在，然后我们也比较熟悉，然后这一阵玩的东西，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大家熟悉了。上一季一整季，然后建立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然后这一季呢，大家比较熟悉，玩的比较开，整个过程当中，开玩笑的呀，然后包括那个调侃的呀，包括互相谩骂，也没有谩骂，就是互相的这个诋毁。当然，我这个诋毁是在这个角色当中啊，是在那个扮演的角色当中，因为它就跟演戏一样，你进入角色了啊，角色之间的互相谩骂、诋毁、诬陷，甚至是殴打。甚至是殴打啊，就是反正都是那个都是很就熟人角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很开心，很和谐，然后整一期大家都玩的很兴奋，很上头啊，就是反正这一季出来效果也比较不错，啊。对，反正这一季我有点像小丑，嗯，我有点像小丑。雅吗？就是上一次你们看到开推那个路透是吧？吊威亚，也不算吊威亚吧，它就算那个从那个楼层挺高的，那个起码有7、8层楼，啊，7、8层高。我算了一下，大概有40米，高度大概有40米左右吧，那个楼高40米，我们从顶层往下
往下降嘛，降到一层，降到一层。就绳索嘛，就是有一些朋友玩过攀岩啊或者探险啊那种的，就里边那种从7层楼大概左右高往下降啊。当然节目组是很靠谱的，它都有保护措施的。它除了那个绳索以外，它有一个保护绳，它就是类似像我们拍戏吊威亚一样。对，就是问我害不害怕，我说实话啊，我说实话还就是没有降之前还好啊。然后那天是那么分组的，那天开始说分组嘛，说我们两往下降。那天我们就商量说谁先来，我说那我跟那个谁吧，我跟弟弟先来吧，我跟周柯宇先来吧。他们说好，那就那个热巴跟金靖第2组，然后白宇跟那个林赫他俩最后一组。我说行，结果呢我们就去穿装备去了。穿完之后呢，结果我因为穿装备的时候回去就是要吃个饭嘛，就我们会有放饭时间，我们吃口饭，然后一会儿接着录下一趴。然后结果呢，我吃一半的时候，人说那个白宇和张凌赫已经去了，他俩已经第一个下去了。他俩已经第一个下去了，那我说那行啊，那行，那就我跟那个柯宇我们俩最后一组，让那个热巴跟金靖先下。结果过了一会儿，导演组过来说：“宁哥，你们赶紧去看看吧。”我说怎么了？他说金靖不敢下。哎，我在说这个没有黑金靖的一个意思啊，因为当时你们现场路透已经表达出金靖是一个很恐惧的一个状态了，这不算黑他吧？啊，导演组说宁哥快去看看吧。宁哥金靖不敢下，我说啊，他不敢下，我说走去看看，然后我们就一块去了，然后这样我跟柯宇直接上后面穿装备，穿完装备就上他们后面了，然后我就跟，其实我是有点怕的，朋友们，我是有点害怕的，因为他确实太高了，你就是你看可能是一回事，但是你从7楼那么高往下看，然后你知道你自己踏出去的那一步，你其实是有恐惧的。然后呢，我上去之后穿完装备。我就跟金靖说，我说那个没事儿，这个东西就跟咱们拍戏吊威亚一样。他说我拍戏没吊过威亚。我说你不拍过古装戏吗？古装戏不都吊威亚吗？他说我是拍过古装戏，但我从来没吊过。我说那就糟糕了。然后呢，当时我们就在上面鼓励他，就说没事儿，真的没事儿，那个后面有保险绳啊，有安全绳，一定没问题的，放心吧。然后大家也都在安抚他，结果安抚了大概10几分钟，他也不太行，不太行呢，我就说要不我来示范吧，因为我说没事，那我先下，你看我怎么弄的，然后你这个做心理建设。结果我就第2批下的嘛。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有点害怕的，朋友们。咱谁也别吹，谁也别吹。你站到7楼高那个地方，你看着下面，没有人不怕的，只是说怕的程度多少。我那个时候说实话，我是真的有点怕的。但是后来我一看金靖那样，金靖已经怕到那样了，他很酷，他已经都已经哗淌眼泪了，都已经。这个时候你知道吗？爷们儿的那个情怀又上来了，你懂吗？就是男人这个东西啊，男人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能就是给他架到一定程度。本来我是很怕的，我也想说需要一些安慰或者鼓励什么的，结果我看到有人比我更柔弱的那一刻，我就觉得爷们儿要战斗，我要坚强了。所以我就当时一瞬间，我就跟金靖说没事儿，你看我给你示范啊，放松就行。你看这个绳子很牢靠的，就后面还有保护你，没问题。你看我慢慢往上出啊，我就是那种。你知道吗？男人那种就是担当感一下，梆梆就战胜了恐惧。男人要面子的那一面就战胜了你的恐惧啊！这说实话，下降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我说句实话，也不能说一点不害怕吧，就可能就是只有一点点的，因为往下一看确实很吓人，因为脚底下是空的嘛。然后往下一看，然后结果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只要不看下面就不会害怕啊！我当时最怕的一件事就是热巴降的比我快，我会很没有面子。我会很没有面子，我当时唯一心里就这个点，因为我跟热巴一块降，然后他降的比我快，我想我快点，好没有面子呀，好丢脸呐。然后那个东西是你越想降快，其实越快不了的，因为那个绳索是那个，你其实你越重，那个越安全，你的体重越重越安全，你体重轻那个绳子的摩擦力就会变小。所以呢，但是热巴也挺给面子，他降到一半他等我了。
也挺给面子，挺好，挺好啊，挺好，给我面子，降一半等我，他感觉好像是不能让宁哥太丢脸，他等了我一会儿。啊，所以节目剪出来之后，就可能是我俩就是有点同时下的，他没有落我太远。嗯，其实其他你在做其他的害怕啥的，其实真没有害怕的啊，真这还好，这还好。当时我在那绳索那地方，真的想唱一首跳楼机给他们听了。嗯。行，先不管他，一会儿我看看这个大家对我上热搜这一块有什么评价啊？一会儿咱们再看看 AI 这块怎么去分析我这一场直播的热搜的一个东西。有朋友说北京电影节那个闭幕式，你下舞台的时候差点摔了，要不要解释一下？那没什么可解释的，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什么什么马有失蹄，类似啊。不是富贵险中求，因为那个我说这个你们不会觉得我有优越感吧，朋友们？为什么？因为可能在场的各位都没有上过那么大的舞台。哎，像这种舞台，它的地板都会打很多的蜡，擦的锃亮，所以你可能没有这种体会啊。它这种舞台给你擦的锃亮啊，可干净了。然后呢，在这种这么光亮、这么光滑的一个舞台上呢，如果放了干冰，因为它要制造舞台气氛嘛，它放了干冰之后，放完干冰之后呢，它整个舞台都是有一层水雾的啊，有一层水雾的。所以呢，那个如果你鞋底儿那个比较的不防滑的话，就很容易说滑那么一下。哎，很容易滑那么一下，所以就鞋底打滑了啊，也没什么，没什么，嗯。
有朋友说还想听开推的，我就先不讲了，因为等那个就是跟剧情相关的东西，我就都不会讲嘛。因为5·11到时候开播了之后，然后你们伴随着看节目，然后节目的播出，然后可以说后期直播的时候，我给你们分享一下录那期当期的一些好玩的点和好玩的事儿，然后都会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没事儿，不着急啊。5·11的时候你们去看看就好了，多多支持一下。腾讯视频开始推理吧第3季。绿荫雪地对着笼罩迷雾里，小人捉妖，挂着影子。有朋友说：“宁哥，你是宣传小助手，所以朋友们，总有人好奇我在这个行业里为什么总有人给我活干，因为找我干活性价比会高一些。找我干活性价比会高一些，真的是，就尤其从宣传这一块他们省了一部分的这个宣传费。”放声机，就不及那些曾经念一句，只想引无声的夜里无痕迹。把你和想起痛的解密这道题，隐藏着双重身份，最终到我地。地上与风声隔离，鼓动着玄虚，下一秒谜句或谜底，真相的全部已清晰。扭开悬念问号，开始推理吧，一起推入不脱，至于假设的梦话，不是无力看法，开始推理吧。因为宁哥唱一首土坡上的狗尾草。我你刚那个直播的时候你没进来是吧？我说今天感冒了，我说不唱歌了。有没有说老大5·11出去玩不？我5·11一堆工作呢啊！做艺人也是一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基本没有什么节假日休息的啊。我明天还有活，我明天有活，明天有个品牌直播，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不打算去给我捧场，给我蹭场面？哦，是这样的啊，你们都不知道啊。明天我有个品牌直播，你们不是正常应该去给我撑场面吗？就是家人们。故事里孤身灵验轨迹，各有情，归于无可奈何不思议。越是你越离奇，瞒你过海的陷阱，跨越出近一个世纪，不畏惧。迷魂着四处碰壁，困死在梦里，离间地球风之间。有没有这一季有主题曲吗？没有。这首就是这一季的主题曲啊，沿用，非常好，经典，永流传啊。最缜密阴谋阳谋无声的博有朋友，这会儿我们是家人了，我啥时候没有家人过？我啥时候没有把你们当家人过？别找事儿闹事儿啊！闹事儿给你踢出去，让你永远成为我直播间的黑名单，对吗？你这想的有点早了，你想的有点早了啊！这个其实我想说，朋友们又要说到一个很悲惨的一个东西了，就是其实朋友们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可能觉得
对你来说很多事是脏脏嘴的一件事儿。我知道我是什么状况，因为上一季录的时候，我在剧组拍戏嘛，我都是那种，是早上起来拍戏，拍到下午，然后剧组让我飞机飞走，我飞走，飞来了之后录完了之后，然后呢，一定要就是当天晚上必须要9点半之前，我要从那个节目组走，我要赶回剧组，第二天一早上开工，所以其实他们很多人也都是这。我们不敢说自己辛苦，只是说想要对齐这个时间，真的是凑大家伙的时间来做这么一个节目，其实是挺难的啊，是需要多。我之前有在聊一个，我就跟大家上次直播说了嘛，有在聊一个旅游综艺啊，然后一直在敲人，一直在敲人，然后一直在不知道，反正我等通知呗。然后如果人齐了，节目开了，我就去嘛，我就去玩一下。其实挺好的，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其实综艺录的算少的，我最多一年就一档综艺。你们也知道，我一般在剧组拍戏嘛，一年一档综艺，然后但基本都是音综。我唯一给的不是音综的就是开推嘛。
但今年呢，就是从剧组出来了，我要研究演唱会的时候，然后我最近不都一直在搞演唱会的事儿吗？那中间有一些稍微休闲一点的时间，那就录综艺嘛。但我录了这2个综艺，包括天赐，包括开推嘛，我就觉得还挺好玩的。我真的觉得录综艺这件事挺好玩的啊！而且以前我都觉得什么，就是录综艺好像就是不务正业，其实不是。我觉得录音综来说，对我来说，它是产出一个作品，然后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些音源的部分产出。那录开推呢，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能说有意义的吧，我觉得在里边我也成长了很多啊，无论从为人处事啊，从逻辑思维啊，其实都挺好的。我觉得反而我觉得录综艺是一件挺好玩的一件事，就是录一个综艺我都会有反思，我都会觉得，哎，这一期我哪做的不到啊？我是不是是这种的啊？就是我不是给自己自卖自夸，我是那种就是对自己要求比较，就是自己卷自己那种人。我真的，我不是说我有多努力，没有努力，我只是要自己卷自己。就是我上一个东西，我就让它是一个东西，啊，而不糊弄它。我都是这样的，我从来不会说我去参加一个节目我就糊弄，或者是我划水，我做不了这种事儿，啊，所以我就是我得自己卷我自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要付出了，然后呢，付出的同时你获得了回报，比如说我在这个舞台上唱了一首歌，我精心准备的，或者是在编曲上用了很多的心，或者是怎么样去练习它，然后最后大家听到了之后觉得反响不错，哎，这个时候我就会获得那个成就感，我觉得那个努力或者是我自己的小小的练习是得到认可的，哎，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心，我就觉得做这件事儿有意思，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会常驻吧。我只要时间行，应该是常驻的。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就应该去年的时候那个节目就本来就是打算常驻的，但是就是确实在剧组拍戏没时间嘛，然后就去了几期，是这样的。但是正常我本来因为音乐人计划那个节目4年前就跟我们说了，大概3、4年前就跟我们说了，你想想，一个节目4年才开起来。多难呢？所以呢，就是我本来4年跟我们说，其实就是常驻嘛。然后如果今年开的话，我肯定是常驻的嘛。跟音乐节目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啊。有朋友说宁哥，你要蕊自己的舞台吗？就我也像那种网上那种乐评人那种的，我也像网上那种乐评人那种的，就是蕊舞台那种的，蕊一下。蕊吗？锐评自己啊，也别太锐评自己了吧。我有的时候给自己骂太狠了，我的粉丝会生我气。大家很多朋友会生我气，说不许说我宁哥，不许这么说小宁啊，不能自黑啊，自己夸自己那不更尴尬吗？对吧？那不更尴尬吗？对，太尴尬了，需要鼓励啊。那夸一下就好，自己夸自己，那这个东西很尴尬的，你懂吗？没有自己夸自己的，自己夸自己也，别人也不信。你干嘛？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嘘，行。
那行，我蕊一下吧，好不好？我蕊一下，说说细节啊。这东西吧，我从来不想给自己标榜成一个什么音乐人，或者是什么那种对这个音乐有多么高的一个见地，多么高的一个见解的一个人。我不想，我特别不喜欢我自己啊，我特别不喜欢我自己去捅那些专业术语和那些所谓专业的东西，因为我本身是学厨师的，朋友们。我跟你说，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怎么做？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怎么做好吃？你可能会相信我。我一个这个学厨师的跟你讲这个音乐这个地方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弄，你可能未必信。嗯，你可能是未必信。嗯。而且其实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是音乐这个东西就非常的主观啊，非常的主观，因为你喜欢的音乐类型是很主观的，你喜欢的唱法也是主观的。这个行业有很多乐评人，就是他们会就是每一个乐评人也好，或者是每一个所谓的专业从事这个音乐行业的人也好，他们都有自己主观喜欢的一个流派。比如像有一些乐评人喜欢什么呢？喜欢那种技术派的，就是他的嗓音唱法非常的标准，非常的好听，技术非常的棒，技术非常棒啊。然后呢，另一撇呢，就是不太喜欢那种纯技术的，他就喜欢生动的啊，有特色的。对，不一定，所以这是每个人的喜好啊。所以有一些乐评人是这样的，他喜欢技术流那一挂的，喜欢那种纯技术流、纯唱法流的，他就会唾弃那些技术不娴熟的人。那可能有些喜欢那种比较生动、比较就是有一点小小的，不能说瑕疵，就有一些就是那种不是规范里的东西的那些乐评人，他就会很排斥这种纯技术流的，觉得那样的唱歌没感情。或者怎么样，他有他自己的见解，所以他这个是比较主观的啊，就是看你想夸还是想骂而已。蕊一下吧，来，那就这样，我找一个舞台，找一个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两位歌手啊，一个叫做这个张碧晨，一个叫做刘宇宁的这个舞台啊。我们来听听他最近这场演出，叫做少一点天分是吧？我们来一块看一下哈，看看这个他们这个舞台表现怎么样，朋友们。这两个歌手我都非常喜欢啊。首先那个张碧晨这一块就不用说了，他的唱功这一块就是比较的十拿九稳啊，十拿九稳，就是听他唱歌就比较的妥帖啊。他也算是我们现在内地就是主力的这个女歌手了啊，在这个主力女歌手的行列当中了。那这个刘宇宁呢，我不是很了解她啊，我只知道她当年是这个从网络上出来的，但是这几年好像也没出什么新歌，然后一直都在剧组拍戏。我记得她印象当中她是个演员啊，所以今天来听听刘宇宁啊，这个歌手刘宇宁和这个张碧晨给大家带来这首这个少一点天分，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个表现如何啊，来。这是什么东西？对不起啊，弄错了啊，稍等一下。弄错了啊，再来一下。别尬黑啊。我作为我们那个，我是那个，我是一个资深乐评人，叫我老刘就行啊。资深乐评人老刘啊，今天来看看我们这个两位。等会儿，我作为资深乐评人，我的这个麦克风效果一定得好一点，所以我换一个别的效果啊。等一下啊。OK， 好，这个效果会不会好一点？看听起来声音好像会稍微的有一些磁性啊。来，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位由刘宇宁和张碧晨来的一个少一点天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啊？等一下。是怎么回事？完了！等一下，因为我最近刚干这个啊，所以那个
很多东西不太熟悉啊，这怎么了？什么鬼？完了！不好意思，等一下，朋友们，这个不太会弄。好，来啊。这中间有个篮框，这个真是讨厌啊。行，来我们听一下啊。好了，小挫折哭几回就忘了，就过了。他那个过，他是用了一个小小的小滑音啊，就过了。他用了个这么一个方式，用了这个算是在唱法上比较油腻的一个点啊。我建议就是刚学音乐的朋友不要这么使用这个方式，就过了，这个很油腻的啊，就过了。小挫折哭几回就忘了，就过了，过了，音准在这儿。他唱了一个就过了。哎，这就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一个油腻的唱法，但是呢，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前面刚进，如果他没有在情绪上的变化，或者在唱法上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小小的设计的话，他这4句唱完会很淡，别人都会记不住，你明白吗？他又想保留那个诉说感，但又想让观众记住他这一段的一个流程，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唱。啊，他用了一个稍显油腻的方式，但是他整体听起来比如说他这个东西，他一看这个，我觉得刘宇宁应该是做过厨师吧。他知道，比如说这个桌子上全部都是青菜，他一定要有一道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咸一点的菜，或者是辣一点的菜，他去调剂整场的一个清淡。所以呢，比如说全是素菜，那我来一小碗红烧肉不犯毛病，对吧？他会整体调节这个东西，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设计。他那个用就过了，天空黑了，他是那种的，用了一个稍显油腻的一个方式，但是在整个一个平淡的诉说感当中，他不显得多，他觉得就是还挺舒服的啊。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首先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厨师，他首先他应该是一个懂美食的一个人，然后首先呢，他也知道这个观众想要听到什么和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抓住观众，又让观众不烦啊。就我们往后继续。正所谓这个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他刚才这2句过渡那个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可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嘛。因为这个时候张碧晨的这个和声进来啊，他俩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化学反应啊，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他唱的也是比较的用语气去带唱的方式，孤单总是会在这不离不弃陪伴着，不离不弃陪伴着，他是这种的。所以这一句他有点这种，前面是给你讲一个故事，前面是小伤痕痛几回，但是我观点，孤单总是会在这不离不弃陪伴着。根据原词的一个思考，你就会想说，这是他的一个感悟。人在唱感悟的时候，我不是要告诉大家，而是说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感悟，就是有一种，其实把这个在唱感悟的过程当中唱出一种叹气的方式，会更加的走心。为什么呢？就是有一点像平时我们说话一样，说，哎呀，人呢活着一辈子，图什么？不就是为孩子活的吗？他是这种的感觉。所以你看，孤单总是会在这儿不离不弃的陪伴着我。他其实是说给他自己听的，而不是说你知道吗？孤单总在这儿不离不弃陪伴着我。他不是要对第3个人说的，他是要说给他自己的。他说给自己的，所以加一些叹气，一种感叹的一个方式，让这一句话歌词和这个情绪更加的符合。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就是比较思考过的一个处理啊。我要说的是后面进副歌的第一个部分，你们听句，这2句正
的时候，如果一方只想着怎么去压对方的话，这个戏会非常不好看。但如果这个人去想着对方压对方的话，这个对方也能压他，哦，情绪又符合的话，这场戏是好看的。但是在你了解这个剧情的情况下，刘宇宁首先在演唱上，他没有想要说，哎，我要唱得多好啊，我要盖过他，因为前面的一段是我刘宇宁的展示的一个区域，我要狠狠的唱，狠狠的炫技，狠狠的撒狗血。No， 这不是合唱的理念，合唱是互相成就的。哪怕你给别人和声，哪怕你站在旁边，你作为背景板，你都要是相互成就的。这个东西就像踩楼梯一样，啊，你比他高一点你才能踩到他上。但如果你比他高很多，你迈这一步就要难了。所以这就是逻辑上。所以刘宇宁在合唱这一块，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很有唱商的一个歌手，啊，他这一块就是。所以他不争不抢的这个感觉就是很好，在前面平平稳稳唱完，然后呢，该有的诉说感有了，该有的代入感有了，接下来可以就是比如像什么呢？比如像我是一桌饭啊，一桌菜，我就是那个前菜，我让你先开胃，然后后面你再吃那个最精彩、最好吃的东西。你不能上来哐哐直接一个水煮鱼第一道菜你哐哐干下去了，你后面再吃任何菜嘴没有味儿了，你嘴已经被麻住了。你后面再弄山珍海味，什么这个龙虾，什么鲍鱼，你也吃不出鲜味了，你懂吧？所以前面就先给你一个淡淡的小酸萝卜，哎，让你开胃。酸萝卜呢，虽然看起来很廉价、很便宜，但是它可以调节你的味蕾，让你吃后面的菜的时候会更有感觉。刘宇宁不错。OK，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这个称赞，但是张碧晨就是确实在这个行业里地位在这儿，也不太敢说太多话。有的时候夸，有时候拍马屁都容易拍马蹄子上，所以就是尽量不去讨论啊。就我之前看节目的时候，听说这个地方哭了嘛，啊，后来这个宇宁老师他后面那个流眼泪了不是吗？然后呢，当时我也去给刘宇宁打了个电话，我问刘宇宁我说怎么回事那地方，然后他就说那个怎么样，他说当时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紧咬着忍着痛再往前走，这个部分，刘宇宁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酝酿了。
因为他说这个张碧晨让他最后哭，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再不酝酿的话，后面情绪上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在酝酿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走近的时候，他已经在走心了。你看他那个痛苦的表情，你有没有看到那种就是脸有点微抽的感觉？刘宇宁跟我说，这个地方他已经开始上情绪了，因为他要为后面的这个哭去做准备，但这个准备又不能做得太充足，因为后面还有一大段，所以呢，他就是这个地方先让自己先上头。先把那种委屈感和那种不甘感，还有那种就是那种遗憾感先上头。你看他这个表情就是有点上头了，看没到？哎，他现在已经上头了。哦，怎么酝酿的？他没告诉我。刘宇宁没跟我说，所以呢，这地方你能感觉到他明显这地方有点已经上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为后面的哭戏所酝酿啊。当然，我们作为观众肯定不知道，只觉得他好像是这个好像脸抽筋了什么之类的，不知道啊。最后这个刘宇宁说这个哭出来了啊，当时其实那个很难把控的，因为很容易这个眼泪就出来。这个张碧晨跟刘宇宁说什么呢？说这个不能流出来，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一些技巧去控制的。你得就像比如说，就像你往这个酒杯里倒水，你得倒的刚刚满，又不能溢出来，这其实是很难的。在场很多朋友们，你们在家里都给自己的父亲或者是长辈倒过啤酒吧？他那个东西就有点像倒啤酒似的，你哐哐咚咚咚咚咚咚往里灌，一会儿就冒出来了，那就不撒一桌子不好看。你慢慢倒呢，到时候又感觉不到位，又没有沫子，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很难拿捏的，很难拿捏的。这个时候，刘宇宁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时候他在等张碧晨哭，他当时就在等张碧晨哭，说：“老妹儿，我都这样事儿，你呢？怎么会？嗯，什么情况？你什么意思啊？哭啊？你怎么笑了？你不跟我说你哭吧？你怎么笑了？你为什么？你有什么可笑的？我很可笑是吗？你是觉得你宁哥很可笑？你玩我呢？你跟我俩开玩笑呢？当时刘宇宁这么说的啊，我不知道。刘宇宁是当时内心是这么想的，他给我打电话说的。然后这个时候，刘宇宁跟我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感觉，纯走坑啊。所以呢，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咱们先不说这个等一下，等一下，我老忘关这个东西啊。好。OK， 好，所以呢，就是整体来说嘛，他们这个舞台我觉得展现的也是挺好的啊，也挺不错。然后这个我觉得更多我感觉就是，当然音乐方面也没什么太多说的。我刚刚在过程当中已经分析了他们两个人这个唱法，然后呢，最主要其实还是觉得这两个人的互动什么的，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对，所以呢，这一期我们这个。看这个张碧晨还有刘宇宁这两位歌手的演唱，咱们就到这儿了啊！希望下期咱们还能够再见。所以呢，此时此刻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新浪微博，我也会不定时的出一些这个reaction 的内容，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有可能这一期是蕊这个舞台，下一期蕊节目、蕊剧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订阅一下老刘的频道哦。谢谢各位了，拜拜。朋友们，你们等我一下，我上个卫生间去啊！我上个卫生间，你们等我一下。我放个，我这样吧，我把刚才那个 VCR 好重新放一下，你们好好看一下，好不好？这样我正好就去个卫生间去。在我没有蕊的情况下，你们自己去看一眼，这样可能会更那个，
这个就不太好，不太会操作了，感觉。好，行，你们看一下吧，你们自己瞅一眼啊，看我刚才那个老。咱家这帮朋友挺好，挺厉害。我这直播刚讲了那个开推吊威亚那个部分，有人直接把那个片段剪起来，已经发网上了，已经剪出来发网上了，然后刚才被金靖看到了，金靖看到了，发我们那个群里了，说我在骗粉丝。我没看清缘由呢，因为他们都在这个群里咣咣讨论呢。晶晶看到了，太快了啊！我这刚刚。不知道他说啥玩意儿，我看看啊，等一下，不知道他说啥玩意儿。等一下，他发了一段视频啊，我先把麦拔了，我看他说的这个东西我。没有，我就不放，因为他没化妆，我就不放了那个他的画面。他说的是，刘宇宁，你别把我笑死！你知道你是怎么出去的吗？我就可以在后面看着。婷婷啊，别怕，小事儿，没事儿，一点都不害怕。你的手一直是这样的，我就可以在后面笑死。我拉我进群，我们群里就6个人，河里摸金鱼在那儿啊，你进不了群啊，你明星啊你。他形容我手是这样的，抓的那个绳子一直这样。人之常情。不是朋友吗？是我跟你们是朋友，
我跟他们也是朋友一样，咱都是朋友嘛，没关系啊。首先啊，但是你们跟他们不是朋友，他们跟你也不是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未必要介绍给我的朋友，这个东西是选择的问题，而且我的朋友也未必想认识你啊，这个分寸还是得有的啊。所以咱说的逻辑就是什么呢？刚才不是说蕊的那个，关于刘宇宁还有张碧晨那个舞台嘛，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这种节目咱没事可以搞一搞啊，没事可以搞一搞。咱们就是呃，就是可能因为我老刘属于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一个乐评人，前提是我只敢蕊我自己。我蕊别人，我真怕我憋不住，我损的两句儿，天塌了。网上就是蕊我们这个视频的这些老师们，他们可以去说。第一是他们什么呢？他们是在业内比较权威，比较那个是有一定的阅历，有一定的阅历。有些话呢，他说完之后有人信，或者他比较相对权威一些，比我这个刚入行的一个乐评人来说，肯定比我权威一些。第二是什么呢？有些比如说他去说了一些所谓的实话吧，所谓的实话啊，然后会遭到一些那家粉丝的攻击，包括我家粉丝的攻击。其实那个东西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流量，也是一种流量，就是也是一种关注度啊。所以这个东西，嗯，我现在是，我我这一撇的流量，我不太敢触碰啊。这就是这种骂声的这种流量，我现在不太敢触碰，因为本身已经有了很多了，所以再去触碰一下，就是会我容易承受不住。有朋友蕊一下你的座位吧。那你想听吗？想听这种座位的老刘给你们 reaction 一下。我想跟大家讲一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可能是有些人能听懂，有些人听不懂啊。但是它是一个行业的实话。但是呢，我想说的一个点，它虽然是行业的实话呢，但是大家都呃各有各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打个比方，我作为乐评人老刘来说一句话啊，不是刘宇宁说的啊。比如像《少一点天分》这样的歌，是刘宇宁和张碧晨唱的，我可以去骂刘宇宁，但我不敢骂张碧晨。我作为一个乐评人，但是呢，作为这首歌是刘宇宁和姚晓棠唱的，姚晓棠作为一个行业新人，骂他两句儿没毛病。哎，我是作为乐评人老刘的一个身份来分析这个行业啊，因为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就是人情世故。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就是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你永远记住这句话，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人情世故。
这个座位了。当然我也不可能，没事儿啊，我有数，放心，朋友们啊。来，那就行。你们既然想看这首这个老刘给你们蕊一下这个座位这个歌啊，让更多朋友们不仅仅是从一个看热闹的角度，让你真正的是剖析一下这些歌手啊，他们在演唱时候的一些设计和他们的想法，真的可以关注我的频道啊，关注我的微博摩登兄弟刘宇宁。这样我们来一下啊，这个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来自刘宇宁和这个姚小棠的一首《座位》啊，来，我们看一下啊。啊，想学采耳，想学这个那个什么台词、唱歌，网上有的是人教你学怎么跑酷啊、跳舞，对吧？这你想学啥都有，你想学啥都有，对，所以你可以去学的，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花这个时间嘛。你想学做饭，网上教做饭的也很多，所以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不存在说你想学什么东西学不到啊，一定能学，一定能学到的，那你去试试吧。我是教不了你，我是个演员。君不见。热搜21是吧？刘宇宁特工变修理工了。剧情嘛，我说我们这一路跑到楼顶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因为后路已经被封死了。结果在现场看到速降装备，我说真的假的？我说这是真的吗？还是有替身吧？因为我想的是哪种啊？就有点像你们看没看过那种电影？就有一些这个直升飞机嘟飞过来之后，然后上面下来4根绳子，然后就是那种特种部队，一个绳子就落下来，拿枪就开始开始就是那个啊，这一段啊。屏风残月皎洁你容颜，云气雾绕贪恋那一眼，有人成全，有人饱含千年。归雁声声撩拨我心弦，世间辗转流连那一片，自取人的语气难辨碎。对啊，最近发了一首歌啊，叫做这个永不散场的告白，然后呢大家也听了吧这个啊。这是这个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一个奖项闭幕式的致敬曲啊。这个其实这首歌第一次我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我第一次听这个歌的时候，它不叫这个名，它这个歌不叫这个名，不叫这个永不散场的告白，它是后改的。当时
写的出发点，这个歌的原名叫做什么呢？叫做《给演员的一封情书》。给演员的一封情书，因为它很多里边讲的是一些演员的一些做演员的那些老一辈前辈啊，或者是我们一路走过来这些电影界的一些电影人呐、或者是做剧的这些人啊，所有演员的一个心路历程。所以最开始说，写的这个歌名是给演员的一封情书，后来感觉好像有点直白吧，后来就改成这个永不散场的告白。因为它这个永不散场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电影结束了不就散场了吗？他想有一个永不散场对这些这个电影人的一个致敬和一些老演员的一些致敬，所以他这个歌后来改了这个名字也蛮好听的。我当时为什么一下就选中了这个歌，我就决定要唱，就是因为他们给我发过来之后，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哦，我想唱。他们也是要双向选择嘛，他们选择我，当然我也是说我喜不喜欢这个歌，我接不接嘛。但我这个歌我一听就觉得，哦，很喜欢啊。主要这个歌词挺能打动我的啊。故事结束就散场吗？摘下面具你累了吗？聚光灯下交错的幻影，偶尔难辨真假。遗憾高高低低，需要更多勇气。梦想有多近就多遥不可及。我知道你也会不安犹豫，别担心，来得及。对，其实那天唱现场的时候有一句词儿改了，你们没有发现吧？现场有一句词儿改了。真假遗憾高高低低，需要更多勇气。这一句梦想有多近就有多远，遥不可及，改成了就让什么告白化成满天的繁星还是什么，我忘了，应该是这个词儿，叫化成什么满天，就让思念化成满天繁星啊，就让思念化成满天繁星。这个它只有这句词儿改了啊，这你们可能不太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在演唱的时候，我后面大屏幕放的那些所有的图片啊、人的介绍啊，包括一些剧情啊，里面所有的演员，都是已故的演员啊，他们都已经对已故的演员，所以都是为我们这个整个电影界奉献过的。所以呢，就是把那句词儿改了，就是让思念化作满天繁星，就是其实对这些电影演员也是很思念的啊。当然，这个不是我提出改的，这是那个他们那个整个这个导演组他们要改的，就是他们还是很用心的啊，致敬的一个感觉。对，想有多近就多遥不可及。我知道你也会不安犹豫，别担心，来得及。去体验，去体谅无名之辈的迷茫，相信启程就会到达相聚的远方，去感受，去放下，去触摸无边的想象，走过了岁月，成为自己的榜样。谁不是一身的伤，站在山巅眺望？谁不是穿过流言，换来欣赏目光？谁不是跌跌撞撞，才懂得悲喜无常？摘下点点的星光，化作永恒的守望。祝福你穿越时光，伤口也开出了花。祝福你眼中有海，倒映星河漫长。祝福你卸下盔甲，拥抱人间沧桑。祝福你千帆过尽，还是少年模样。对，他这个歌就是说的特别好，真的特别好啊！谁不是一身的伤，站在山顶眺望？谁不是穿过流言，换来欣赏目光？
无名之辈的迷茫，相信启程就会到达想去的远方，去感受，去放下，去触摸无边的想象，走过了岁月，成为自己的榜样。谁不是一生的伤，站在山巅眺望？谁不是穿过流言，换来欣赏目光？谁不是跌跌撞撞，才懂得悲喜无常？摘下点点的星光，化作永恒的守望。祝福你穿越时光，伤口也开出了花。祝福你眼中有海，当迎星河漫长。祝福你卸下盔甲，拥抱人间沧桑。祝福你千帆过尽，还是少年模样。祝福你千帆过尽，还是少年模样。这句也特别好，特别喜欢。快乐吗？这一次不需要回答。对，就是千帆过尽，还是少年模样，这个是很难的啊。聚光灯下交错的幻影，偶尔难辨真假。遗憾高高低当然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叫做《永不散场的告白》，也希望大家这个没事多听听啊。遥不可及，我知道你。我天哪，这两首歌这么火吗？等一下，朋友们，我刚看到，这个座位是 Top 500的第5名，这个少一点天分是 Top 500的246名，可以啊。看不到，可以 ，Top 500第5名。全网排名第5，哇，挺厉害啊！开心，这么厉害呢？不安犹豫，别担心，来得及去体验，去体谅无名之辈的迷茫。相信启程就会到达想去的远方，去感受，去放下，去触摸无边的想象。走过了岁月，成为自己的榜样。以后参加这个节目值了，是，值了，挺好，当然值了，很开心的。谁不是一生的伤，站在山巅眺望？谁不是穿过流言，换来欣赏目光？谁不是跌跌撞撞，才懂得悲喜无常？摘下点点的星光，化作永恒的守望。各平台都收藏20万了，那说明那人歌本身好啊，很棒的歌。行，没事儿啊。几点了？你甭说老大，我能花100万买你的心吗？啥意思？你是妖精啊？你要把我心吃了呀？啊！100万买我的心，你要吃了生吃啊？你给我玩狐狸精那一套啊！你给我俩，你是不是玩游戏玩的？你真觉得你是妲己了？你有那种游戏容易玩上头，那种游戏少玩，你容易玩出幻觉来了，还要在我直播间公共的要买我的心。腰子这一块连一块出售了，要不要给你嘎2斤啊？100万就想买我的心，就是100万想要我命，想要我命啊！还是少年模
首先我的命不值100万啊，不值100万，你买了是亏了。这100万你留着好好利用，好好利用，让自己过得更好就行了，别买我的心了，不好吃啊，不好吃。有朋友热搜19了是吗？啊，谢谢谢谢，还是那个就是电焊修理工那是吧？电焊修理工那个啊，好嘞。去体验，去体谅无名指背的迷茫，相信启程数回到达想去的远方，去感受，去放下，去触摸无边的想象，走过了岁月，成为自己的榜样。谁不是一我老大，我中考考砸了怎么办？中考考砸了，就下次好好考吧，那能咋办啊？中考考砸了那咋办？那考砸了，没办法，这就是结果呀。可能这个结果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好呢，对吧？这结果可能就是想让你去一个，有朋友说还没中考吧？中考就一次，没有下次了，没事儿。他的下一次是代表着是这样的，就是那你没考好咋办呢？两个选择，第一是复读1年再重新考嘛。如果你不想做这件事，那你就认这个结果嘛。你就要想，可能你考了一个没那么好的学校，可能你在那个学校当中你是拔尖儿的呢，对吧？你到一群考得特别好的一个学校里，你可能只能做中间或者尾部的，但是你到了一个不是特别好的学校里，你可能做头部的那些学生的，对吧？那就是这样的。有一句话叫做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嘛。其实你可能去了一个没那么好的学校，我觉得也可能是对你是个好处呢，对吧？不知道，反正那你已经是这个结果了，怎么办呢？你只能往好的方向想嘛。上站在山边眺望，谁不是穿过流言换来欣赏目光？谁不是跌跌撞撞才懂得悲喜无常？摘下点点的星光，化作永恒的。是不能重来嘛？那你已经考得不好，那你就接受结果嘛。在你下一次再有一次选择的时候，就人生会给你很多次机会，很多次选择嘛。你这一次机会没抓住，还有下一次呢，对吧？你就努力，因为这一次你没考好，可能也是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让你下一次高考的时候好好考嘛，对吧？所以没事儿啊，我觉得就是1次2次的一个，并不能决定你的人生的一个最终一个终点啊，我觉得是没事儿的，别把它当做一个太大的一件事儿，嗯。祝福你穿越时光，伤口也开出了花，祝福你眼中有海，当银星河漫长，祝福你卸下盔甲，拥抱人间沧桑，祝福你千帆过尽，还是少年模样。我问你哥，我马上要实习了，能去你工作室吗？我工作室现在不招人啊，那个你要不去别的明星的去看看啊？要不你去别的明星的看看，我工作室不太招人啊，那个没办法，我对不起，帮不了你啊。我这边够了，我就一个小作坊干的挺好的啊，你去别的明星的问问吧。你快乐吗？这一次不需要。那什么时候招人？不招人啊，不招人。我去免费干，你就不用。我不用免费干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反而来免费给我打工，我反而是害怕的啊！你真要我点钱，我觉得我是心安理得的。你真的说，宁哥，我不要钱，我上你团队打工，我都怀疑你要不要给我这个麦克风偷走。
来我这应聘工作来了，也是可以啊。有朋友说不能得罪人呢，不是得不得罪人，是我没有必要得罪他们啊。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这虽然没有，我是打比方啊，我只是打比方，朋友们，我就说心里话，打比方，就是如果现场有个人唱歌，我说如果啊有人现场唱歌，他真的唱的很一般，或者是唱的都跑调了，或者唱呲了，你说我有必要坐在那个台上，我说你刚才这首歌唱啊跑调了，唱坏了，唱什么破玩意儿？你觉得就是我想问一句，我有必要去说这句话吗？就是我说完之后，我能得到什么吗？得到了我比他唱得更好，或者对音乐更有见解，或者是有意义吗？你觉得有意义吗？得不到，没必要，犯不上，真的没必要啊！因为他唱的好与不好，首先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是他经纪人，我也不是他公司的。我也不对他的未来，我也不是他粉丝，我也不对他未来的发展有任何期许，所以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难听的话呢？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坏人呢？对吧？我没有意义，对我来说没有意义，犯不上啊，所以我没必要。对，会得到热搜。会得到热搜，会得到什么热搜？我得到的那个事实，我跟你说啊，就这个，那只是一时的热度，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没一时的热度，而且是那种有争议的热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记住了，这个就这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就是这种热度就是3天。打个比方，我打个比方啊，我就是这么给你形容一下，我在这个节目上讽刺了一个歌手。然后呢，我获得了一个热搜，这个热搜里吵得不可开交，热议吵得不可开交。3天之后呢，还有人关注这个事儿吗？没有了。但是你得罪了一个人呢，这个人会恨你一辈子呀，他家粉丝会恨你一辈子。你只得到了3天的一个热度，它的意义是什么？没有必要，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啊！就是这个事儿，3天已经就肯定就过去了，3天就过去了，3天就有别的事儿了。别的就吵别的了啊，大家就关心别的了，所以就是毫无意义的一件事儿啊，所以，你要那一时的热度，真的就是我一直想说一件事，我在这个行业我是来做口碑的。做口碑的，也不是做口碑，也不是说就是我违心的去做一些事儿，不是，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跟每一个合作的伙伴都让他觉得跟我合作很舒服。我不是说刻意装出来，哪怕有些东西是刻意的去为之，刻意的为之，比如说给人买点儿好吃的，比给人买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一块录节目，给他买点好吃的，我给他一杯奶茶，给他一杯咖啡，报以我的一个小小的温暖，哪怕这个行为是刻意的。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就是给人有一个，合作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体验。以后他有什么活儿，不能说他有什么活儿想到你，起码他不会害你吧？以后他提到刘宇宁，他不会说你一个不字儿，对吧？他不能说帮你说好话，但是他不会害你吧？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就是，做口碑这还是比较重要的啊。明天过生日，我刚看到好多朋友说今天、明天过生日了，后天过生日了。
那在这里呢，也希望最近过生日的朋友都能够，宁哥祝你生日快乐，也希望你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 say 嗨嗨。我说宁哥啊，最近看你去天赐的声音，感觉你唱功进步了。其实是退步了。唱功这一块其实是退步了啊，但是唱商提高了啊，在那个机能上其实是退步了啊，机能上退步了。因为我以前总直播，每天都唱，每天都练，然后那个机能会比较强大一些啊，就唱什么歌其实都不太打怵。但是现在因为拍戏拍了很久嘛，然后所以机能上下降了，但没关系，最近练的也在练啊，也在练，挺好的。花100万能买 Demi 的心吗？你好像有病吧你啊？你是觉得你很幽默？你可以开我的玩笑，但不允许开 Demi 的玩笑。我可能不值100万，但是 Demi 在我心里无价。5.0提前预告吧，对，我会提前，比如说我要是搞那个5.0的时候，我会提前1天告诉大家的。啊，提前1天告诉大家，演唱会应该就是6、7月份嘛，6、7月份啊，不着急，到时候也会提前告诉大家的。到时候有朋友说马来西亚到时候会飞到中国来看我演唱会，好的，欢迎欢迎欢迎。你小孩啊？啊？我发现跟你说话跟小孩似的，没长大。都有，别介意，开玩笑啊。小孩儿。行，差不多了，我觉得我正好播到10点半。对，那行吧，也感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陪伴。然后呢，刚有朋友问我5·1直不直播，我看时间吧。如果5·1有空的话，我也上来给你们播一播，你们也放假嘛，好不好？那在这里呢，也谢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支持。